福宝回国后真的被徐奶爸宠坏了，喊800遍名字都请不来宝贝闺女。叫啦！听到奶爸喊破喉咙的声音后，小福非但没乖乖配合，还故意对着门口的老徐邪魅一笑，转头就一屁股倒在地上，直接躺平。只能说福猪猪真的凭实力诠释了被偏爱的孩子有恃无恐。奶爸对他说的话居然毫无威慑力。当老徐看到大闺女经常打滚后，担心对方习惯性的行为会造成刻板，于是送孩子去外场前千叮咛万嘱咐，别打滚哈。没想到小福同学左耳朵进右耳朵出，一出门就将奶爸的话抛在脑后。宝贝明知道徐奶爸是在关心自己，还要连续打8个滚，故意惹对方不开心。徐奶爸只是对着福宝碎碎念，这小妞就忍不下去了，竟然直接动手教育唐僧奶爸。今天早上我逗他的时候，他就有点小脾气，他可能不喜欢听我这碎碎念，他就想挠我一下。当然他不是真的想伤我，他只是表示一下别念了，我出去了。福猪猪还是没控制欲很强的国宝，他可不允许奶爸背着自己有其他熊猫。即便是老徐去隔壁院子打扫卫生，或者和邻居小熊交流时，福宝就爬到树上监视对方，内心 OS 老爹你回家必须给我个解释。只能说奶爸如今没有一点人身自由。虽然恃宠而骄的小福宝平日里总喜欢变着花样拿捏他，可徐奶爸却更爱宝贝闺女了。即便他上一秒还唠叨福宝不爱干净，可他还是会宠溺的对孩子摸头杀，这和嘴硬心软的老父亲有什么区别？奶爸还毫不吝啬对女儿的夸赞，每天去投喂福宝的时候，都忍不住对宝贝的脸蛋踩红皮。漂亮，越来越乖了你。即便是接受记者采访的失事后，奶爸也得满脸自豪地夸闺女聪明。现在对四川话还是有反应，因为他叫他肯定有事儿要发生，一般叫他之后就是吃。它会和吃挂上关系，就是这种条件反射嘛。确实还是蛮聪明的一只熊。老徐甚至会为了福宝由爱变异，要知道他是因为社恐才去当饲养员的。自从接手亲闺女这位顶流明星后，奶爸就被迫社交和猫粉们记者交流，以至于他一开始都紧张到睁不开眼，如今却能对着镜头侃侃而谈。这下还有谁敢说徐奶爸不疼爱福猪猪？难怪徐奶爸能收获猫粉的一致好评，他对福宝真的是打心底里爱护。爱宝乐园今天大爆料。自从艾女士生了双胞胎闺女，大熊猫馆里是欢天喜地，锣鼓喧天。然而其他动物馆却是怨声载道，怒气冲天。毕竟那俩老头平日没少霍霍他们。首先出场的是满脸怒火的老虎夫妇，江爷爷很早就盯上了他们家的大瀑布，每天都琢磨着怎样挪给大孙女福宝玩。对此，百兽之王表示，所以爱是会消失的，对吗？好在老虎急中生智，连夜和老婆造娃，一举生下5胞胎，才终于解决了这事。谁曾想爱宝又生了双胞胎闺女，这下江爷爷去老虎馆溜达得更勤快。别看这老头表面在找饲养员交流经验，实则内心小算盘无数。看着江爷爷盯着瀑布的狂热眼神，即便身为百兽之王，老虎内心也不禁有些发毛，当即决定再拼一拼，生个6胞胎守住家业。不知夫妻俩能否赶在江爷爷之前成功呢？而隔壁的小熊猫也是满腹的苦水和委屈，当初送3岁仅用1块小苹果就骗走了小熊猫好几大袋枫树叶，谁看了不得感叹一句人心险恶。可还没等小熊猫吃一堑长一智，他的饲养员圣熙阿姨就被叫去帮忙了。白天给福宝送吃送喝打扫卫生，晚上还要盯着监控观察爱宝和幼崽的状况。圣熙阿姨一天到晚被安排的明明白白，压根抽不出时间回馆内看看她的好大人。这下可怜的小熊猫不光没了枫叶妈也跑了，但更为凄惨的还得是大象馆的象奶奶。这几只大熊猫在爱宝乐园住了几年，憋屈的大象奶奶就吃了多久的剩饭？新鲜食材一到货就得先拿去给挑食的乐宝吃，等便宜女婿挑挑拣拣完，剩下的竹叶再拿去给小魔王福宝吃，等到福宝挑完，又轮到不挑食的爱宝嘎嘎血。而这一大家剩下的破破烂烂竹子，最终会被送到大象奶奶的饲料盆中。但这已经不能叫剩饭了，而是剩饭中的剩饭，因为这时的竹子不光沾染着福宝扫地时留下的灰尘，还有一股浓烈的青团气息和碎屑。对此，外表魁梧体格强壮的大象奶奶表示自己体内其实虚弱无比。然而如今艾女士又生了双胞胎，大象奶奶未来的伙食又要多过2道嘴，不知她的身子骨是否还能挺得住。对此，蝴蝶馆馆长表示没人能比她更惨，毕竟熊猫馆那老头不讲武德，拿别人家的孙女哄自己孙女开心。甚至爱宝双胞胎举办首次见面会时，俩老头为了烘托梦幻的氛围，还想借所有蝴蝶去伴舞，甚至扬言把福宝借给馆内陪蝴蝶玩耍。不得不说，这算盘珠子打得噼里啪啦响。如今在各大动物馆的联合讨论，两位爷爷又该如何瞒天过海宠爱双胞胎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同样是去野外勾搭男熊，为何草草乔乔成功生下皇太子，而真真和一畅却屡次失败了？真真是高高的第4个孩子，高老爷正是那只狂奔400公里也要考编上岸的野猫。作为野2代，真真各方面都非常优秀，便被专家纳入野外引种计划里。谁曾想真真表面温柔安静，是个乖乖女，一到野外就彻底放飞自我。
直接一溜烟跑到深山浪荡没影。别的熊是带一箱苹果重金求子，而珍珍却是参加刺激惊险的野外大冒险。不仅不找男朋友，还扯下项圈来了个熊剑争霸。影种团队翻山越岭找了他许久，都快哭了。好在珍珍比较亲人，又深得老爹高高珍宠，肚子饿了想吃点好的打打牙祭。他就凭借国宝身份在山下老乡家里骗吃骗喝，在村民的热情投喂下，珍珍变得白白胖胖。这般神仙日子让他打定主意赖在村里不走，时不时就去农田里巡视，还表示要竞选个村主。这下可把现任村主任急坏了，每天好吃好喝招待着，竟然还来抢自己的乌纱帽。于是赶紧联系基地来接小祖宗回去。专家们也被珍珍这奇葩操作气得够呛，直接把他拉进野外引点黑名单。不过大家检查后才发现误会了珍珍，原来她在外浪的这几个月确实找过野生男朋友并发生了关系，可惜那只野熊身体不大行，珍珍没能怀孕。如果说珍珍是胆大包天加上所托非熊，那野二代一唱则是小说最爱的追夫虎藏唱。唱妹母亲是著名断掌大美熊水秀，而老爹一宝也同样是野猫出身。因为一唱优秀的基因和绝美的面庞，衷心寄予他厚望，并派到天台山参与野外引子。谁曾想一唱第一次见到野外大帅熊，竟然吓得一溜烟窜到了树上。对方以为小美女口味比较重，也跟在屁股后边爬上了树。然而这个动作直接把一唱吓惨了，他紧紧抱着树干不断发出。野生帅哥还以为唱妹是在欲拒还迎，便伸出爪子试探着摸了摸她的屁股。这下一唱更确信自己遇到了流氓，一边尖叫一边往更高的地方爬。后来野生帅哥自觉没趣，便下树离开了。据说过了几天后，唱妹到达发情高峰期，在山里苦苦寻找和等待那只野生大帅哥，却再也不见他的踪迹。或许这就是有的熊一旦错过就不再拥有。那年春天，唱妹终究和他的爱情擦肩而过。城市三姐妹带娃有多敷衍，时刻上演母爱如山体滑坡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摆烂高手程大，而他的两个姐姐妮妮和季丽也毫不逊色。眼前这只比程大还会偷懒的熊猫就是妮妮，因为她带娃摆烂，导致幼崽经常吃不饱，于是奶妈特地在房间内放了把椅子，每天在外边坐着盯着妮妮奶娃。而同样喜提盯娃套餐的还有程大，看到奶妈站在旁边看自己，程大立马摆出一副慈母的样子，温柔抱着仔仔表示我带娃你放心。如果不是程大怀里的娃抱走了，恐怕奶妈还真就相信了他的小伎俩。之后聪明的姐妹俩为应付饲养员，可真是煞费一番苦心。听到饲养员开门的声音，妮妮赶紧叼起崽子温柔抱在怀里，任谁看了都会认为是母慈子孝的。谁曾想饲养员刚递过来小苹果，妮妮立马撒手任由崽子滑落到地上，自己则毫不关心的大口大口啃小苹果。而大姐季丽的做法更绝，听到奶妈的声音会贴心帮忙打开门，然后用好大儿换美味的盆盆奶喝。这下仔仔交易货币的身份再也瞒不住。此外，程氏姐妹还有祖传推娃入沟的绝技，上一秒还在母慈子孝互相闹着玩，然而一旦被熊孩子闹得失去耐心，分分钟就把好大儿推沟里自生自灭。妮妮为了不让熊孩子太快爬上来，还专门守在高处，上来一次就先翻一次，表示熊生注定会起起落落落落落。有时仔仔趁妮妮不注意快速爬了上来，结果下一秒就再次被老母亲撞飞到沟里，气得仔仔直接抱着下面的竹子撒气。但最厉害的其实是程大，他一次能推3个好大儿下沟里，主打雨露均沾，见着有份。如果有好玩的玩具，那必须是老娘先玩。为了从好大儿精亮手里抢到大轮胎，妮妮直接一个冲刺撞飞熊孩子。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母爱如山体滑坡。事实上，妮妮对所有孩子都一视同仁，她不仅会跟闺女珍惜抢秋千玩，还会让眼泪汪汪的孩子帮忙推秋千。有次看到闺女妮娜坐在竹篓里玩得开心，妮妮便不顾自己的吨位，也试图钻进去，最终搞了个熊仰框翻。而程大也爱抢闺女大美樱花，原本熊孩子想钻空子把老母亲挤下去，谁曾想程大块头实在太大，一屁股坐上去，直接霸占了整个冰块。原来程氏姐妹带娃主打自己开心，熊孩子什么的恐怕都是消遣的工具吧。